欢迎两位哈。您是想娶人家是吧？是。但是人家不同意是吧？哦，那今天来这儿干嘛呢？是求婚啊？是逼婚呢？还是问明白为什么不嫁呀？我想和他结婚领证儿，可是他不愿意。为啥不愿意啊？我觉得结婚吧不是儿戏啊。你说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柴米油盐的啊。经过这1年多的相处，我总觉得他不知道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儿。就是您还不确定呢，对吧？所以我就很纠结。你纠结啥呀？你说你们日常是怎么相处的吗？我们是经过他的一次活动认识的。然后他这人也挺有正能量的，为人也挺随和的。是，所以你们开始交往，对吧？对，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就约我，然后慢慢的逐渐我们就认识，就接触了。你觉得人家对你是个什么态度啊？他老是不配合我，不理我。您指的不配合不理，您指的是什么呀？之前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然后我们俩恋爱了2年，现在不是要准备结婚吗？但是他始终不愿意跟我回去，因为他觉得结婚吧就简单的领个证就行了。我的话呢，我就觉得哪个女人不想有个正式的婚礼吧？但是他就这点要求都不答应。就是结婚他不打算办婚礼，是这意思吗？然后他还老说我好像是对他有所保留就是不跟他结婚，可能是我有什么其他的心思。我觉得我没对你保留啊。你怎么没有保留？咱约会的时候，我每次把你送到你家楼下，你从来没有让我上去。每次约会完了以后已经很晚了，我也有孩子，也不方便让你上去啊。那你连让话都没有。就是您的意思得客套一下是吧？还有一次，说好的和我一起去接他爸爸，结果他自己一个人就买火车票走了。那你知道，直接是答应说让他跟我回家的然后呢？那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咱一起回去。你上班呀，当时老人又生病了。我上班我也可以请假。你又帮不了我啥，又要请假，我自己能解决的事情我就尽量自己解决了。因为这么多年的话了，我是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经常会去看我爸，所以他呢就觉得好像我有啥隐瞒他了，老是对他是有所保留。那么这次没去成，后来有没有再约去看啊？还有好多次去年中秋节嘛本人说好的，他要带我去他家过中秋节呢结果到节日那天，他就变化了，没让我去。这又为啥？然后我一个人，人家团圆我一个人过的，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这是为什么呢？我是答应他，之前答应他说8月15咱在一块儿吃饭，然后带他见我家人的。但是我又考虑，我孩子也大了，懂事了我们也没有领证儿。我把他带我家，我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解释这个事儿，因为这么多年，毕竟我们娘俩就是平平静静过得挺好的，我也提前没给我娃透露这个事儿，知道吧？我觉得机会不成熟，我现在还不想让。那你为什么提前答应人家说8月15要带人回去呢？他老是反反复复的对我有所保留。去年他和我第一次回家他去过您家对我父母见了也非常开心他也很轻快。过年嘛，他又是杀鸡的，帮忙啥，我父母也喜欢。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开开心心的。结果第2天一早上起来，他就说要走，我心里很难受。这是为啥？我能理解他难受，因为到年根了嘛，我们因为都是单身去年的话呢，他是强烈要求让我去，因为刚开始嘛，我就心想那去认认门也行，那就是作为朋友嘛。因为咱关系也没有确定嘛然后我就说了解一下他家的情况结果去了也的确很开心的。吃饭的时候我也开心，但是看着他们家里边他们家气氛好嘛，因为父母都在，我是因为妈妈早都去世了，因为我有一个爸爸，我就那一刻就想到我父亲挺可怜的。第2天起来，那你也可以跟我说一声在我家完了以后，咱俩可以一起回去我就心想说是过年了，你在家陪你父母，我回去陪我爸爸这样挺好的，也陪你家人，也饭也吃了。然后他就是说我就是忽冷忽热，一下把他拉着他。那您当时回去的时候跟他说过吗？解释过吗？第2天走的时候，我就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就很生气吧。他就是不止这一次。夏天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开发布会，活动有点延迟，他就给我打电话，
怎么第一次打电话还说没事儿，理解你。没过多一会儿，他又给我打电话，还说我，意思我就有情况。我是关心你知道吧？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他，他说也迟，我说那别急，那你就再等着再做吧。最后我有点其他的事儿，我给你打电话了，然后他就不接电话。我不接电话，我不是忙吗？那然后最后，但是最后参加人家活动了，人家最后我打也吃了。电话的时候，听到里面的女人笑声，我觉得你并不忙呀，我就觉得他这里面可能是有问题。发布会那肯定是有男有女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把我自己事儿也没跟他说。然后我就说那行，那你忙吧，反正现在外面也雨挺大的，一会儿完了你知道吧？回家。活动一结束以后，你把我电话挂了，然后我就赶快就打车去你家楼下，给你打电话，你关机，但是那会儿我已经生气了，你不回。我跟你已经说了，我说当时天又下那么大雨，我在雨中等了他好久，真的好希望他能把窗户开开，看一下我，或者让我上去。最后我伤心的走了。好有画面感啊！雨夜一个男人伤心的走了，啊，行，还有别的吗？啊，还有我这个人吧，不是喜欢上微信，看个视频。有一天不是下班回来，我看见他在厨房做饭，我还说我这没事了，可以休息一下，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他出来还问我，你想吃什么？我说随便。结果一会儿人出来以后甩门就走了。我到厨房一看，米饭蒸好了，菜没给我炒。不是，你看你回来啊，他就每次回来啊，就是我沙发上一瘫，就开始刷手机。我跟你说，我那上微信那是我工作需要，有时候经常有人随时联系，你知道吧？要跟人家回复。是，然后我问你吃啥菜，然后他是随便，就回来带理不理的。听懂了，但我现在挺理解的。这么多矛盾，所以人家不愿意嫁给你，不是很正常吗？再一个，他这个人还有点不懂得拒绝。我们俩平时都上班忙，然后好不容易有一天时间，我说咱俩出去好好放松放松吧啊，好久没沟通了，老是在家里老是吵。再一个，平时自己忙自己，他上班也比较忙，然后好不容易到地方了，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了，然后他跟我说他朋友那边有点事，他需要处理。我说你就再就迟不处理找不处理，刚说今天有这个时间段你就处理，然后把我撇了一边，不是电话就是微信就不理我。那不是朋友吗？人家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儿。你反正就是朋友，别人的事永远比我重要，比我们的事重要。那孩子这就不说了。然后6月份吧那个小赵过生日，就是我们一块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对他挺好的，中途我们因为这个女的还吵过架。我跟他就说过，我说你跟这个小赵保持距离，然后他给我答应挺好的。那天过生日，他就瞒着我去了。那我不是怕你知道有多心吗？你经常多心。但是小赵是我们的老乡，他就每次就老乡，因为他经常参加活动，知道吗？带他一起去不就完了吗？所有的老乡都去了，那你说我不去？你带着他一起去不就得了吗？我怕他去了，他又多想，其实没什么，那真的没什么。那你这样子瞒着偷偷的去了，我不多想吗？行。等于对朋友比对你好就是这样子的，还偷偷的瞒着你，这是他的不懂得拒绝，是吧？这就罢了，而且是8月份他生日，我把给他送的礼物我早都准备好了，我就是想给他送这个东西，是我意思是我已经答应想跟他好好过了结果呢，刚吃了几口饭，来了个电话，我听到是个女人声音，歪了一下，他就拿出去接起了，而且出去打了很长时间。进来以后我就问他说，谁呀？腾腾突突的跟我说不清楚。我就想他今天过生日，我也不想跟他吵，就这样就算了，然后就吃饭。然后这2个多天，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说你今天你还出去干嘛了？那不是我多年的一个同事吗？让我搬家，我去搬家了。他没家人吗？不是什么时候搬家呀？吃晚饭晚上搬家呀？是，我一个朋友，是多年的一个同事。对呀。他离异，一个人带个小孩知道吧？因为不容易，因为那个电话也打得急，你知道吧？所以我就二话没说就帮忙了。男同事女同事啊？男的嘛，也是个离异，就是离异一个人带个小孩，说好多年。女的，你看他现在还是女的。女的刚离异。那到底是刚离异还是离异很久啊？你这没一句话，你说，哎呦，真行。他就让我不踏实，他人是很好，但是他对我好他对别人也好，让我就感觉到不踏实，比较
把这分清了，是吧？嗯，行，听明白了，就是你想娶人家，对，但是其实人家的态度表明现在还没准备要嫁给你呢，对吧？啊，对于未来的生活你有规划吗？他根本就没有规划，他觉得结婚吧，就简简单单的挣一两就行了。那您的想法呢？我怎么没有规划？那你咋规划的？那咱结婚住哪啊？这现在不是住的好好的吗？那是亲戚家的房子呀。我想结婚，我想住我自己的房子。我不是申请公租房了吗？你那房子是一张何年何月才能下来呀？那咱下来再说这个事儿。你就着急，公租房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也想让早点下来。就这岁数结婚也为房子闹哈？我以为不存在这问题了。因为他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吧，他把房子，他这人比较善良，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让给他前妻了。他说他自己可以的啊，咱两个慢慢奋斗。我也说那行。其实我真的很委屈，我觉得我这个年龄了，我一个人带娃这么多年，我说心里话，我想找一个啊，就说是条件差一点啊，我可以跟他吃苦可以，但是最起码你对我全心全意啊，让我能把我这半辈子再托付给你。那您觉得他对您全心全意吗？我觉得他对我不全心全意。那为什么不走呢？但是我又舍不得，因为毕竟是。不是您舍不得什么呢？我觉得他这个人的确也挺老实的，啊。不是您给我描述的好像不怎么老实吗？按您的描述方式的话，不老实。他做事各方面都老实，就是他有些就是在男女之间这事情上啊，他就是有时候。我是做策划的，接触的人比较多嘛，他就多想。但是我主次能分清啊，在重要的你还有主次呢，对谁好对谁不好，他老是多想啊。重要的是，我接触这1年多了啊，我也现在这个年龄了，我害怕错过他以后，我再找不到了，我不可就这样子再。就又怕错过，又不稳定，对吧？你干嘛那么着急结婚啊？因为我们年龄都不小了，对吧？再一个，我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啊，我就想父母年龄也大了。那您离异多少年啊？2年了。那刚离异就认识他了呗？有孩子吗？有。跟谁了？跟他妈前妻。哦，男孩女孩？男孩。您大概有多久啊？带着孩子自己？我还现在上大学。哦，那就其实也单身了很久是吧？啊，对。所以您就我娘俩。对，您就期望找一个其实有依靠的男人，对吧？嗯。那我们大概就梳理清楚了，一个刚刚离婚不久的男人，碰到了一个大自己的女老乡，这2个人就好在了一起。经过了1年多的交往，男生现在想娶人家。女生经过1年多的交往，觉得好像你还不是那么稳定的想娶我呢，我还没有下定要嫁的决心，所以2个人都是来问策来了。男生问的策是说，我怎么才能娶到她？女生问的策的是说，我又觉得不合适，我又害怕错过，我该怎么办？你们给分析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很简单，也很复杂的一个矛盾。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爱的激情。这个话一说其实挺简单的，没那么爱嘛。但是你分析背后的原因，也确实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你再像很年轻的小伙儿、小姑娘一样那样的去激情的相爱，或者为爱去炽烈的燃烧自己，也不太可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甚微的，因为他要维护在孩子心中妈妈的形象，然后也要维护在
爸爸心里女儿的形象，所以其实他挺难的。但是我要跟女方说的是什么呢？不甘心，但也不想轻易放弃，这个矛盾点确实不好解决。但是您既然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您应该更加坚定你自己内心到底要什么。你觉得那个浪漫能当饭吃，还是真的踏踏实实就过日子，找一个真的踏实对我的男人能当饭吃，您就选哪个？因为这俩一定是对立的。如果您要是浪漫的那个幻想的话，那您嫁的这个男人一定不踏实。如果您要是要一个踏实男人的话，那对不起，您对婚姻的那种幻想是一定没有的，因为他就是过日子的。所以对于他就是两不靠。要浪漫吧，我还没那个浪漫，我也不想给你浪漫，我觉得踏实过日子就行。但你说他踏实吗？他还不那么踏实，所以这是你犹豫的点。所以我劝您的结论就是，既然已经这样，那就坚持原则到底。好吧，我就说这么多，谢谢。表面上虽然看到是男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想马上结婚，女方呢反而是犹豫不决，无限期的在推这个婚期。但实际上你知道吗？女方比你更想早结婚，更想找到一个温暖的家。从房子来说，她希望有一个自己安全感的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你要理解。她母亲也应该过早的去世了，她只有父亲，包括她自己带一个孩子，她是没有家的这种温暖的感觉的。尤其是她在和你们家在一起过的时候，她非常强烈感觉到你们家庭的幸福，因此她就会产生了对比，这才促使她第二天匆匆离去。种种迹象表明，她对待婚姻的期望是远远大于你，因此她就会在马上可能要步入一个婚姻之前，会反复的思索去考虑，这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欲速则不达，但是有可能你一旦触及到他的心里最重要的那个点，他会迅速的敞开他的心扉。但是这不是时间来掌握的，而是你的行动来说明。比如说，为什么在生日，你的生日这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一个异性的朋友一个电话你就要出去呢？这怎能不让他产生什么疑惑呢？包括他很注重你对他的感觉，倒是真心的吗？他辛辛苦苦在厨房里头要给你做上一顿丰富的晚餐，结果你说随便，他付出了这么多心思，你有没有接收到？你有没有看重他的这一点一滴的付出？有的话，就要去100倍的去付出，不要用时间来去强迫他，因为他真的太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了。所以说呢，用你实际的行动去证明你就是他看到的未来的希望，别着急，好吗？女生能够理解你特别想有一个幸福家的这种感觉，但是呢，一定要坚定，不能忽冷忽热，老在变化自己给对方的这种暗示，否则他会觉得你捉摸不透，好不好？敞开心扉，再往进走一步，看看这个男人是不是你想要的。幸福没有那么难，虽然有过去的不幸的经历，但是如果幸福在门前敲门，你不开门的话，失去了太可惜了，好不好？好，就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好了结婚的准备，或者是适合在某一阶段进入婚姻。先说女士啊，其实温暖的家和婚姻生活，不是说大年30过年一家人气氛很好，也不是说中秋节我们能够团圆。婚姻中的2个大家庭是你时刻要面对的，有可能是双方家庭的矛盾，有可能是双方家庭的团聚，这是婚姻中天天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你一想到说，哎呦，我爸爸一个人，你都不跟他商量就走了，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并没有做好进入婚姻的准备。有可能是你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已经习惯了我所思考就是我和我孩子的这个小家庭，还有我的爸爸，已经不习惯了说我要考虑到一个大家庭或者对方的上上下下，至少让我听起来你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了不愉快的时候，你就习惯性的自己去承担。你说啊，我遇到这些事儿，我自己解决好了，我也不想告诉他，这都不是准备好两个人共同面对生活风雨的状态。我没有说你不适合结婚，只是在这个时间段，你至少对他没有敞开心扉，想要走入婚姻，所以他会感觉到的。人的亲疏远近，情侣之间会很敏感的感觉到，他知道你的心没有完全打开。但是男士，其实你要说有多爱他，我不觉得，你只是在众多身边可能单身的适龄的女性当中，觉得他可能相对条件最合适，孩子也大了，也没什么太多负担，更适合两个人在一起简单的生活，所以你只是择优选择了这样一个女士，而不是因为爱而选择了她。其实这种选择是不利于婚姻的，因为我们婚姻固然条件相当是重要点，但最重要的还是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如果不够爱，你也别今天这个同事啦、女同事啦，明天又一个单身的女性朋友啦，别搞这些。冷静下来想想，真正的爱在哪里？就把你全身心都投入给这份爱，投入给这个女人。所以眼下的阶段，依我看来，你们俩都不具备结婚的条件，可以放慢脚步，尝试着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你心中最爱，尝试着看看这个男人，你能不能打开心扉，好好的去相处。希望你们幸福，谢谢。之所以想分手，是因为他不是你心目当中好丈夫的形象。之所以不甘心，是时至中年遇上了一个好男人。找一个男人去成一个家，和一个家需要一个男人是两回事儿。你是属于后者，你是跟孩子待很长时间，一个家里面缺少一个男主人，你需要这样一个男主人而已。所以你给这个好丈夫的角色带了太多的附加条件，所以你才会在有一些情况之下，很多事情不顾他的感受，一旦不符合你的形象和标准的时候，你就会选择离开。你到底是缺一个男主人，还是真心想找一个男人成一个家？你自己心里考虑清楚。如果你只是这个家里面缺少一个男人，那很大意义上的确你是没有做好成家的准备。而对于你来说，爱好全世界很容易，爱好一个人很难。如果你要是全心全意爱他，你总会觉得我好像做的还不够多，我总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完善，我还要努力做到更好，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顾及其他需要我帮助的人。你刚才说主次，其实你是没有主次，你的标准由外及里就是谁需要帮助我就先去帮谁，即便他跟我没什么关系，是这样吗？所以你这样就容易出问题。所有人都应该内外有别的，在他心目当中，他反反复复强调，他对别人和对我是一样好的，是吧？但你要知道，一个人对外面的人好，那种好是一种品质，而只有对你的好是一种爱，你明白吗？在你成家了之后，或者有了女朋友之后，当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这些事情与异性相关的时候，你是要跟他商量的，你明白吗？所以女生你就想清楚，你到底是想找个男人成个家，还是你的家缺一个男人？如果你老是觉得家里缺一个男人，所以我要找一个男人来合乎我这些条件的话，你这一辈子都是找不到，明白吗？行，就这个。你算是熬出头了，对吧？其实他的这个日子算是熬出头了，所以发现特别的传统。儿子读大学了嘛，这个时候他想，我需要有我自己的生活了。你是太着急了，沉淀一下，再接触接触，再了解了解，关于婚姻的事儿往后放一放。不是刚离婚吗？才2年嘛，沉一沉嘛，再看一看嘛，这个是不是最合适的呀？你们俩性格上面能磨合在一起吗？因为你们俩对未来的生活期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人家这个就是要奔幸福生活了，
前半辈子的苦全都熬完了，孩子大学毕业了，对不对？马上要毕业了，也不用特别那个了。那我现在就是2人世界了，你这未来的事儿还多着呢，你这什么都没想清楚，你们俩结什么婚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有爱，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如果没有爱，今天结了，明天不也得离吗？来，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是怎么样的，你最了解。你跟我说，你最需要一场属于你自己的婚礼。等回去以后，我会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你办一场。还是那句话，我真的想让你和我结婚。你别逼我好吧？刚开始我是觉得你挺好的，但是经过这1年多的磨合，我总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我们都考虑一下吧。来，打开你们的记忆箱看看，彼此放的是什么记忆啊？哦，拿上去了。我看女士放在那个记忆箱里的，好像是一枚戒指是吧？哦。那是什么呀？那个是她就是8月份过生日的时候啊，我送给她的。啊。我不是她想象中的，好像我是对她忽冷忽热。哦。其实我也想跟她好好过日子的。哦。就是我送她这个戒指的那会儿的心情，就像是我已经答应想跟她在一起的。哦。结果她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一直也就没给她。这有点像一个订婚戒指啊。您放在记忆箱里的是什么呀？我是一对龙凤印章，因为我属龙，我希望它是我的那个凤，所以我把它的名字刻在了凤章上面。希望我们心心相印，永远相爱。这是才刻好的，还是以前就给过了？这是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刻了。刚认识的时候您就刻了，你那会儿才离婚2个月还是几个月？你这，所以说你着急嘛，我就说你着急嘛，你是真着急呀，真是。哎，谢谢2位，带着你们各自给对方的记忆回到门后面好好考虑考虑。谢谢2位啊，请回。来，请关门。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哦哦哦哦，快乐涌上来。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